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38季第17集。下雨天最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在屋子里玩游戏，不过辛巴的游戏水平显然被辛小妹吊打。没想到辛巴来了一句：“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我已经赢了生命游戏。”正说着，辛巴端着水果来给大家吃，却发现小新没在这里。辛巴摆了摆手，因为上次小新害得辛普森一家被自助餐厅拉入黑名单，所以他决定惩罚大家。而惩罚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了顶级电脑游戏设备。这种惩罚方式，试问谁不想拥有？此时的小新正在沉迷电脑游戏，连家人们进房间了也一无所知。辛小妹指责辛巴这在贿赂小新，辛巴忙递给辛小妹一张钞票，你别吵这件事，我没贿赂他。辛妈也觉得家里确实和平了很多呢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小新就大喊：杀死他，杀死他，毁灭殆尽吧！果真是和平辛普森。原来小新正在玩一个叫敌对争霸的推塔游戏，他有条不紊的指挥队友，最终小新的队伍获得了胜利。他们甚至还操纵角色在敌方角色尸体上跳舞，辛爸辛妈都很欣慰，但是辛小妹不愿意了，表示如果他们要用这种方式的话，那自己也要当坏小孩了。在辛爸嘲笑他的时候，还需要撕碎自己的作业，然后迅速把作业拿到他们面前，结果看了看，发现这篇参考书目还有改进的空间，又拿作业回去修改了。这是何等的学霸精神！希望还在上学的小伙伴们向辛小妹学习。晚上，辛巴裹着浴巾打算去洗澡，而辛妈却注意到小新已经在浴室里待了1个多小时了。夫妻俩进去一看，小新把电脑套上了防水袋，正在打游戏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辛妈便让辛巴去阻止小新，然后自己转身离开了。辛巴走到小新的面前，告诉他不能再继续玩游戏了。但是小新对辛巴说，自己打完这把就能去打锦标赛了，赢得锦标赛还会有1000美元的奖金。辛巴心动了，和小新约定比赛可以打，但是不能告诉辛妈。两人愉快的达成协议。转眼间锦标赛日子就到了，辛巴来到现场观看小新的比赛，小新也果然不负众望，赢得了比赛，拿到了奖金。辛巴冲到台上，从主持人手里拿到了1000美元的钞票，分给4个队友，1人200，然后拿着剩下的200走了。听到小新说半个小时后还要回来练习，辛巴又返回来了，开始给孩子们灌输自己的人生经验，要见好就收，毕竟又不能真的靠打游戏赚钱，你们只有1个童年，还是好好享受吧。小新只能无奈的回答好吧，但是因为他们是第1名，所以可以参加奖金是50万美元的锦标赛。辛巴听后立马变脸，现在你们的童年结束了，开始工作吧。回家之后，甚至还用小新的奖金给辛妈买了咖啡机。一阵忽悠之后，连辛妈也同意了。正说着，外面响起了门铃声，是辛巴为小新他们请的教练到了。这个教练先递给前来开门的辛妈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除了游戏的话题我都无法谈。教练来到训练室后，告诉辛巴小新在世界排前10，然后便开始训练这群小伙子们了。不过这人显然是玩游戏走火入魔了，不管干什么都要用游戏术语来解说，甚至包括去洗手间，他把鼠标交给辛巴操作，但是辛巴什么都没做，就这么挂机了。回来一看，自己竟然错过了时机，角色也死亡了。旁边的眼镜仔还扭过头来补刀，我能在你的尸体上跳舞呢。教练沮丧摘下耳机，宣布自己要退役了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竞技优势，现在他要去自己叔叔的瓷砖厂工作了。还来到外面，把自己的外套和假胡子，还有自己的毕生心血1万种只有我知道的电竞技巧都给烧了。辛巴把窗帘一拉，告诉小电竞选手们，现在只能靠我了。晚上，辛妈对辛巴说，担心小新的成长，害怕他以后会进监狱。辛巴却表示，小新的击杀率是98%，这样的人是不会进监狱的，自己也会好好指导他的。晚上，辛巴做梦梦到自己和别的运动员父亲同聚一堂，里面甚至还有老虎伍兹的父亲，可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，因为别人看到他只会说这是老虎伍兹的爸爸。父亲开始畅谈自己对孩子的严厉指导，他们甚至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首歌来告诉辛巴，靠孩子生活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然后告诉辛巴他这是在做梦。但是辛巴还是嘴角扬起了微笑，抱着老虎伍兹的爸爸甜甜的睡去了。万众瞩目的锦标赛终于来临了，赛场上小新队友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这场战斗似乎要以失败告终了。但是小新还未放弃哦，他之前埋下钻石矿爆炸了，对方的水晶被炸毁，GG，小新队伍可以作为代表去参加世界锦标赛了。不过辛巴对小新的过度关注必定会导致其他孩子的不满，辛小妹就很委屈，结果辛巴还是被小新一句话就叫走了，而辛妈过来安慰他们可以一起烤小饼干看电影啊。但是辛小妹其实是想跟辛巴小新他们一起去南韩的，因为那里有个曹溪寺，参观曹溪寺是辛小妹的梦想之一。最后辛妈拍板决定他们一家一起去南韩。到了南韩之后，辛巴
巴带着队伍来到了酒店，先找到眼镜仔谈话，希望他能退让一下当替补。眼镜仔即便不愿意，也只能无奈接受。门外的辛小妹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，邀请辛巴和他们一起去曹溪寺。他们在寺外换了鞋，辛巴吐槽把鞋放在这里不安全，辛妈回他没人会偷你的臭鞋的。他们便一起走了进去。辛小妹带着辛巴和抱着小小心的辛妈来到了盐巴坛场，说这会改变他们的人生，让他们一起来撒盐。辛妈用盐撒出了辛普森一家的全家福，觉得太完美了，还想着要怎么把它带回家。但是辛小妹走过来，却让辛妈毁了这幅作品，因为这能证明对物质追求的依恋都是毫无意义的。辛妈生气的用手划拉了2下，看向辛小妹说：“现在你满意了吧？”结果看到被毁的画之后，开心了起来。辛妈这边悟了之后，辛小妹又去找辛爸，辛爸撒了自己的头像，辛小妹告诉他，他需要毁掉自己的画，辛爸誓死不从。辛小妹便抓了把盐朝辛爸吹去，辛爸一个喷嚏就把画全喷没了。看到黑黑的画板，辛爸也悟了，我不能再被动和雄心勃勃了。旁边的2个和尚一听，他就想佛陀转世，而辛爸已经脱掉上衣开始坐禅，和后面的佛陀雕像如出一辙，简直就是佛陀本尊。其中一个和尚就要对另一个说，现在他后悔偷辛爸的鞋了，但是你就这么赤裸裸的穿上，他也认得出来呀。悟了的辛爸开始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，甚至小新他们都开始比赛了，他都没有过去，而是来到了天台，看到下面小新带队友们在努力奋斗，欣慰一笑，拉下了电闸，胜利泡汤了，比赛取消了，群众愤怒了，现场混乱了，只有辛爸静静坐在天台上参禅。回去飞机上，小新闷闷不乐，其他小伙伴则吵吵闹闹，广播通知这趟飞机要飞19个小时，而且飞机上的娱乐系统完全用不了了，甚至连信人都没有了。辛爸怒了，但是又很快提醒自己要记住禅。没想到很快就来了个空姐告诉他，因为他太胖了，所以把他升到头等舱了。辛爸很开心，表示感谢佛陀，自己又赢了。飞机上他又梦回那群运动员父亲，但是这次他们排斥辛爸加入，因为他把一切都搞砸了。辛爸连忙解释自己还有个女儿，也许对沙滩排球有天赋，不过还是被关到门外了。这一集的辛爸简直是 loser 中的 loser， 为了让小新乖一点不那么闹腾，就给他买顶级游戏设备，还扬言让他沉迷于能麻木其灵魂的东西，直到他们不用再管他为止。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放养式教育，而是完全不打算管了。但是发现小新能靠打游戏赚钱之后，竟然真的打算以后靠小新生活了。小新打游戏是爱好，但他只是个孩子，还不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就已经被辛爸擅自做出决定。梦里那些靠孩子生活的运动员父亲可以说是极尽讽刺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，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，只能像藤蔓一样依附着孩子而活。而更邪的是，辛爸替小新树立了梦想，又自己亲手打碎了他的梦想，所以最后飞机上小新闷闷不乐，因为他离胜利真的就只有一步之遥。可那时候的始作俑者在干什么呢？他还在为升到了头等舱而沾沾自喜，没有安慰，没有自责，仿佛他的孩子们都是自己的工具人。毕竟到最后的最后，他还在考虑培养小新沙滩排球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